早高峰8点半，你挤在新加坡地铁的车厢里，昏昏欲睡。突然，眼角余光瞥见窗外闪过一片明亮的草莓粉，你瞬间清醒。哦，红山站到了，还有2站就该下车了。这个场景是不是特别熟悉？但你可能从没想过，新加坡地铁那些让你觉得刚刚好的顺畅体验，根本不是偶然。在新加坡这个每天承载近350万人次出行的地铁系统里，几乎每一面墙的颜色，每一个出口的编号，都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而设计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你完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新加坡地铁站里那些隐藏的用心，看看那些你以为随机，甚至有点奇怪的颜色设计，到底是怎么悄悄优化你每一天的通勤体验的。在新加坡， MRT 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它是日常生活的骨架。你每天上班、上学、看病、转车、去机场，背后都离不开这套系统。根据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地铁网络的日均乘客量已经到349万人次。只要一个判断多花2秒，一个转角多卡5秒，放大到整个系统，就会变成拥堵、焦虑和连锁延误。也因为这样， LTA 这些年一直在更新寻路导向、无障碍和站内识别的做法。那下面我就来具体说说，新加坡 MRT 这么依赖颜色，是因为颜色能帮你在压力下快速做判断。人在通勤状态里，处理信息的方式和平时不一样，你不会慢慢读一大段字，再分析，再决定。你通常是先抓最便宜的信息，颜色、方向、箭头、图形，尤其在换乘站，决策窗口可能就3到5秒。多比轨能站是新加坡最复杂的地铁枢纽之一，南北线、东北线和环线在此交汇，巨大的地下空间，纵横交错的扶手电梯，早晚高峰汹涌的人潮，稍有不慎就会变成一场混乱。但实际体验中，乘客很少在这里真正迷路，秘密就藏在墙壁的颜色里。当你从南北线或东北线走向环线换乘区时，车站大厅的墙壁会逐渐过渡为大面积的橙色，它恰恰是官方地铁图中环线的代表色。你的大脑在潜意识里将橙色与环线绑定，不需要阅读任何文字，视觉信号直接触发方向判断。这是一种比文字指示快得多的本能反应。除了色彩，多比轨能站那组交错排列的自动扶梯也暗含深意。从平面图上看，这些扶梯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呈锯齿状交叉分布。这种布局并非为了增加视觉冲击，而是为了主动分流。如果所有扶梯朝向一致，换乘人流就会形成对冲，在狭窄的通道里正面相撞，而交错的流向迫使人群各自绕行，像交通环岛一样将密集的客流梳理成单向流动，大大减少了拥堵和碰撞风险。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它一直在高效运转。如果说多比轨能的设计是功能性的，那么红山站则是在功能之上叠加了文化叙事。任何初次到访红山站的人，都会被那铺天盖地的草莓粉色所震撼。墙壁、立柱、顶棚全部浸染在柔和而醒目的粉色中。这座车站甚至被收录进全球知名的色彩美学网站，与那些极具对称美学和独特色调的电影场景并列。然而，这抹粉色绝非为了网红打卡而设，它首先是一枚极其高效的位置锚点。东西线列车在地下穿行，绝大多数车站的视觉元素趋于雷同，但只要你从车窗瞥见那一大片粉色，无需广播提示，大脑会立刻反应，红山到了。这种通过极端色彩建立的瞬时辨识度，是任何文字标识都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粉色扎根于本地历史。传说红山原名五吉美拉，在马来语中意为红山。故事讲述古代海边渔村遭遇凶猛的剑鱼袭击，国王军队束手无策，一个男孩用香蕉树干在岸边筑起屏障，剑鱼嘴卡在树中，村民反败为胜。然而国王嫉妒男孩的聪慧，派人将他杀害，男孩的鲜血染红了整座山头。设计师原本考虑用红色纪念这段传说，但鲜红色容易引发紧张和不安情绪，最终他们调和为柔和的草莓粉，既保留了文化底蕴，又创造了舒缓的视觉体验。一面粉墙承载了传说、美学和导航3重功能。如果前2个是单一颜色的运用，那么杜比亚南
诺维纳和纽顿3座车站，这3个车站则是运用了视觉上的联动，它们彼此相邻，却拥有截然不同的色彩主题，构成了一组精心编排的视觉变奏曲。杜比亚南站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地铁站之一，1987年首批向公众开放。它的站台和大厅采用了极为醒目的亮黄色，当年《海峡时报》形容其极力吸引注意力。在80年代末，这种大胆的色彩象征着现代化与活力。向北一站，诺维纳站则换成了冷静的翡翠绿立柱，从热烈转入沉稳，暗示着进入另一个区域。再往前，纽顿站呈现独特的藏红花橙色，3站3色如调色盘般依次展开。这种设计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让每个车站拥有独立身份，更在于打破了地下通勤的单调感。当你乘坐列车经过，窗外色彩不断更替，你会潜意识地感知到路程在推进，而不是被困在千篇一律的灰色隧道中。颜色变化充当了心理里程表，缓解了封闭空间带来的幽闭和焦躁。讲完了站内的一些颜色设计，下面我们来聊聊换乘站和大型出口站是如何让乘客快速找到正确的出口。石龙岗站为此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解法。该站的4个主要出口 A、B、C、D 均设计为三角形玻璃结构，且每个三角形外围包裹着一个巨大的彩色方块。A 出口是蓝色方块， B 出口为红色， C 出口是黄色， D 出口则为绿色。设计师在这里运用了双重编码甚至3重编码策略，出口既有字母标识，又有独特的颜色，还有三角形与方块的几何组合。当你站在路面不熟悉方位时，朋友若说从蓝色方块的三角形出口出来，你几乎能在3秒内锁定目标。颜色的加入大大降低了字母识别的时间成本和认知负荷，尤其对于非英语母语者或方向感较弱的乘客，彩色方块提供了更为直觉的参照。这种冗余信息看似多余，实则极大提高了寻路效率。从多比鬼能的橙色引导到红山的粉色调和，从杜比亚南的黄色宣言到石龙岗的五彩出口，新加坡地铁站的每一个颜色选择，每一处形状变化，都经过了严谨的功能推敲。它们不是装饰，而是工具；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而这一切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它们隐身。你不需要知道这些颜色为什么在这里，你只需要自然地顺着它们走下去，不困惑，不迟疑。当300多万人的日常通勤被这些无声的细节串联起来，整个城市便以一种近乎温柔的方式安抚着每一个赶路的人。下一次你踏入地铁站时，不妨抬头看看那些墙壁和出口，你会发现你脚下的这个地下世界远比你想象中更懂你。所以今天这5个看似零碎的怪设计，其实都指向同一件事。你以为自己只是在通勤，其实你正走过一整套被精密计算过的治理现场。如果你喜欢这种从日常设施看懂新加坡城市规划的内容，欢迎订阅频道，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每天坐 MRT 最常觉得奇怪，但又说不上来的设计是什么？下一集你想看哪一站、哪一条线，或者哪一个新加坡每天都在用，却很少认真看懂的公共设计？